我作為鵬翔航空的公關代表，在此聲明，我沒有做出過任何逼迫楊曉的行為。逼迫楊曉的人是另有他人。 真没想到，空难的原因還沒有定論，你已經開始新的生活了。這是我的事情，跟你沒關係。但是拿着你死去丈夫的賠償金，跟別的男人過好日子，這是不是有點說不過去？你想怎麼樣？如果你不同意鵬翔航空的賠償金的話，我就把你和那個男人同居的照片發到網上去。到那個時候。 你可以看看你的孩子，你死去丈夫的家人，包括公众是怎麼議論你的。这個社會對你這樣的女人可沒那麼包容啊！太卑鄙了！如果真到了那個時候，公眾對你的指責可比我告訴你的這些會難受10000倍。 作為一個抑鬱症患者，你能受得了這些嗎？或者說，換一種方式解脫呢？楊巧並沒有自殺，她現在正在樓上接受英童的專訪。對不起，因為我的失蹤給社會公眾造成了擔憂，我向大家道歉。我只是希望以這種方式，能讓社會重視我們這個群體。這些4年前的一場空難。 人生被徹底改變的這一群人，楊小姐，能否具體描述一下你現在的心情？这种事，你为什麼會選英童來幫你？我想用文文的方法來解決這件事情。 我真沒想到，你居然為了對付我，不惜傷害別人的生命。但如果林中說在這件事的解決方法上有問題，我為了公司利益考慮，會立刻停掉他的工作。你巴不得所有人都孤立我，這樣我就可以早點從公司滾蛋了。他居然要用威脅的手段，逼一個叫楊曉的家屬同意賠償條件，就是因為他發現這個楊曉。 又交了新的男朋友。方先生，這件事情是真的嗎？對呀，跟我們大家伙說一說吧，方先生。好，請大家讓一讓。哎，方先生，你跟大家說一說吧，方先生。請大家讓一讓。大家聽我說，剛剛大家看見的那個視頻是一場陰謀。 他們為了趕走新上任的老闆，不惜用這種齷齪的手段，實在是太可笑了。正好當着外界和各位媒體，讓大家看一看，他們侮辱我，就是在侮辱季格，而他們這麼幹，就是想讓季格完蛋。完蛋的只有你，並不是季格。 下面的人，並不全是記者，還有我們季格的員工。馮總，您離開季格公關太久了，新的同事
您好像都不太認識吧？今天的發布會，我們並沒有直播，而是為你一個人而開的。您逼迫楊曉的視頻，還有您剛才的反應，都只是給那個攝影機後面的人看的。那台攝影機連接的是美流總部。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宏偉公關跟美流簽的收購協議中，可是有對賭條款的。如果您不能連續3年讓季格公關的業績達標，那您的宏偉公關將換不回您想要的季格股份。現在您剛來季格公關就發生這樣的事情，如果被辭退了，那豈不是賠了夫人又折兵？你们摆了这么大的一个局来对付我，确實出乎我的意料，讓你們費心了。但我也告訴你們實話，我方麗今天能坐在這個位置上，其實我的目的早已經達到了。你們用我的方式來對付我，我佩服。今天輸，我認。祝各位各自安好。所以这一切都是跟林总计劃好的，你們沒有真的離職是不是？當然了，那還不是為了給方麗演戲啊？哎，你別以為我們不用工作呀，我們可忙了，又要教楊曉怎麼說、怎麼演戲，還得跟着一塊忙活布置這個假的發布會，超級麻煩的好嗎？那為什麼不告訴我啊？我是可以幫忙的。因為你傻唄。這要是告訴了你，全世界不都知道了嗎？一個把心思都寫在臉上的人。來，林總，你現在可以好好的、認真的誇獎我們一番了，怎麼樣？演得好不好？棒棒的，對不對？但你們演得再好，都沒有霍總演得好啊。人家霍總是方麗身邊的人，大臥底呀。這要是穿幫了，咱們全都死無葬身之地呀。影帝。畢竟我是跟女演員談過戀愛的，好嗎？這點演技難不到我的。親，你這個口吻，你是在自誇呀？那不是嗎？那可以講的是嗎？啊？我們以前都不好意思問的。對，失敗中還是會有成長的嘛，你知道嗎？楊曉的採訪視頻，團隊的人正在進行剪輯，10分鐘以後就會發出去。我的工作就做完了，接下來的事就看你的了。謝謝。不用謝。如果文文在的話，他也會這麼做的。一直以來，我以為自己能挺過去，但是太難了。我騙不了自己。
虽然我開始新的生活，但那是自欺欺人。我從來沒有從4年前的那場災難中恢復過來。我相信那些遇難者的家屬也都和我一樣。這4年來，我無數次的在心裡邊發問，被不幸命運選中，為什麼偏偏是我們？這個採訪是這家媒體要做的空難遇難者家屬採訪的第1集，後續還會有更多家屬接受採訪。但我想，其他家屬的心境應該跟這個楊曉差不多。Mike， 一個不願意承擔責任的航空公司，不僅會讓空難罹難者家屬感到心寒，圍觀的公眾一樣會感到失望的。最終，鵬翔航空損失的恐怕會是整個中國市場。對不起，不要再說了。我們為機構公關不站在鵬翔航空立場的態度感到非常失望。我們請你們代理鵬翔航空，是希望你們去說服空難的家屬和公眾，而不是反過來說服我們。希望你們能用讓我們滿意的辦法解決這個問題。我現在終於明白你的工作有多難做了。危機公關最艱難的不是平息輿論，而是去說服那些總想着逃避的當事者。正視錯誤，承擔責任，也許是成年人世界裡最難做到的事情。但現在，楊晓的视频已經發了。如果今天之內鵬翔航空不對於賠償金額做出回應的話，給公眾的印象只會更加負面。實在不行，我們只好放棄鵬翔航空了。我還有一個辦法。香玉姐，你這次幫林鐘碩，是不是希望文文姐也能看到採訪？喂，林總。林总，您确定要讓我們英童來曝光您對鵬翔空難錯誤報道的事情嗎？這是鵬翔航空極力想隱瞞的事情。雖然當年我跟鵬翔航空之間並沒有違法的交易，但是他們確實故意放出消息誤導了我。如果這件事情曝光出去，對於鵬翔航空來說，面臨的壓力又會變大。其實剛剛凱文私下已經跟我說過了，他們來之前，鵬翔的總部跟他們說，如果楊曉自殺的事件鬧大，他們是可以提高賠償金額的。但現在他們看楊曉沒事了，又把這個口子給封上了。不行，我反對這個做法，這會把你也搭進去的。更何況你現在還是記者公關的人，這樣也會影響到公司的。我是主動承認，而且目的是為了讓鵬翔航空直視自己的責任，公眾是會理解的。那我寧可放棄鵬翔航空這個客戶，是你說的，這樣價值觀不正確的客戶不要也罷。我們可以放棄客戶，但是我們不能放棄鵬翔空難遇難者的家屬們。公關如果只考慮客戶利益，不考慮公眾利益，那還有什麼意義呢？請馬上去準備吧。你真的想好了吗？
為什麼要離開我？我不離開你，怎麼知道你還愛我啊？那為什麼現在又回來了？因為我知道你現在需要我。你用了4年的时间，才鼓足了勇气，来面对这一切。这一天，你等得太久了。大家好，我是婴童主笔徐雯雯，现在是婴童直播特别报道第1期节目。我们在为彭翔空难遇难者家属系列采访做準備的過程中，了解到4年前的彭翔空難，其實還有一件塵封的、已經被人們遺忘的往事。但是它對於我們了解一場空難是如何改變經歷過它的人的命運是至關重要的。所以今天呢，我們請到了親歷彭翔空難事件的記者林鐘碩先生，來和我們一起追溯整個事件。根據林鐘碩先生提供給我們的信息，4年前彭翔空難剛發生的時候，有一名記者得到了彭翔航空提供的帶有誤導性質的信息，發出了一篇關於彭翔空難機長是因為精神疾病自殺時墜機的消息，導致機長的中國籍妻子因為不堪忍受輿論的重負而自殺。林先生，是這樣的嗎？是這樣的。現在在網絡上也能搜到那篇報道。當時那篇報道一出來的時候，因為彭翔空難的中國籍遇難者特別多，所以憤怒的民眾就在社交媒體上，還有現實生活中，對機長的中國籍妻子進行辱罵，導致中國籍妻子不堪忍受，跳樓自殺。關於發出這篇報道的記者的情況，您可以給我們介紹一下嗎？當時正在做出這篇報道的那個記者，就是我，是我本人。我當時正在彭翔航空的總部每天更新。That's ridiculous. He's out of luck. 所有的媒體的報道其實都是從我這裡轉載的。我的那篇關於疑似機長精神疾病導致墜機的報道一經發出，整個國內的媒體就都沸騰了。您當時發出這篇報道，是因為和彭翔航空有利益交換嗎？並沒有，是錯誤的信息給了我誤導。也加上我調查不夠盡職，整個事情都應該由我來承擔責任。可是如今您的身份是彭翔航空的公關代表，您這麼做又是什麼意圖呢？如果我都不能直面自己的責任的話，我又如何去代表客戶去盡他們應該盡的責任 ？God damn！ 是因為彭翔空難的黑匣子找到了，墜機的真實原因得到公布，您才知道您當年的那個報道是有誤的嗎？不是，其實機長的中國籍妻子自殺了以後，我就有一種預感，我覺得這件事情是我做錯了，所以我就後來辭職了，沒有再當記者了。這4年間，你有去接觸過機長遺孀的家人，給他們道過歉嗎？我有一直關注他的家人，但是我沒有勇氣去見他們。為什麼？如果他們現在出現在你面前，
你想要对他們說什麼？對不起，4年前，我用我手裡的筆，犯下了一個不可彌補的錯誤。這4年來，我無時無刻不在受着精神的折磨，而折磨的根源是因為我知道現在的我，無論做什麼，哪怕去死，都無法彌補當年我對你們的傷害。婆婆，你怎麼了？啊，小雨儿，婆婆没什么。但是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至少我还可以再做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一切說出來。說出這一切，並不是為了要求得你們的原諒，而是要對其他人警示。無論你是記者，亦或是其他可以影響輿論的人，或者是坐在電腦桌前的網民們，你們發出的每一句話，你們寫下的每一篇報道，甚至於你們在電腦桌前敲下的每一行評論，都有可能把當事人推進無盡的深淵。在這個全民皆是自媒體的時代裡面，我們每個人手裡面都有一把無形的刀，可以傷害任何一個人。不利用這把刀作惡，應該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底線。我希望大家以我自身為警戒，避免這樣的悲劇再次發生。I can't believe it. In such a big company, there is no one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林先生，我需要重新和你協商空難的賠償標準。老高，這一切終於結束了。我至今還沒有忘記我把林鐘碩推薦給你打的那一通電話，就好像發生在昨天一樣。到現在我才相信，方麗是一直愛周雪的。如果有一天周雪醒了，不知道她會不會怪我。不想進去看看他們，還是覺得自己心裡有愧。沒錯，表面上你是贏了，你選擇用犧牲自己的方式來打敗我，這樣顯得你更像是個英雄。但當你面對被你傷害人的時候，你才真正明白你贏的到底有多麼的空虛。你說的對，這個過程中，我確實傷害到了人，但是有一個人比我更加不敢面對周雪。那個人就是你自己，一個知道自己有罪的人，面對心愛的人，是多麼的無力。
高總臨死前都没有供出你，就是想把解救你的机会留给你自己。没人可以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赎罪是卸下包袱唯一的方法。只要周雪还在，你就可以重新拥有这一切。雪儿啊，你已经睡了好久了。我知道，你是为了保护我，才不愿意醒过来的。可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不知道你这么做，因为一切都是我的错。如果没有我，你不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雪儿，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求你原谅我，我只求你醒过来，醒过来，哪怕看我一眼，就一眼。雪儿，你知道吗？钟硕今天来看你了。他说的对，只要我们在一起，我才能重新拥有这一切。以前，我一直都认为这个世界欠我的，但到了现在，我才明白。他已经把最好的全都给我，就是你和依依，你听见了吗？雪儿，我想，我知道我自己该去做什么了。
真的要走吗？我都想好了，我只有到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我才可以重新开始啊。好啦，多保重，照顾好自己。傻瓜。法力，你的妻子醒了。帮我照顾好我的妻子。拜托了，爸。何建飞，加油加油啊！一定会长大的。今天不用加班喽。马林，你看你那个样儿。
听说了吗？听说了吗？听说了吗？楼上他们开董事会，他们说会任命林总当 CEO， 開不開心？你们怎么都这么冷漠呀？妹妹，没事。你要是不愿意去当这个 CEO 的助理，哥哥替你去，没关系，高興點，高興。不是馬林啊，你是不是不長記性啊？你記得你上回這麼興奮，後面發生了什麼嗎？你快給我呸吧你！那種破事能發生第2次嗎？我告訴你們，林總這次這個 CEO， 除非他自己不幹，要不然沒人可以搶走。霍总，林总怎麼還不到啊？可能堵車吧，再等等。霍總，這是林總給你留下的。魏倫，當你可以看到這封信的時候，說明我們已經成功了。請原諒我在最後決戰還沒開始的時候，就已經準備好了離開。事實上，從我們相遇的開始，就注定了現在的分別。我本來無意做公關，我覺得是老天在冥冥之中給我了一個機會，讓我去幫助那些被危機引起輿論所傷害的人，從而解救我當時備受折磨的靈魂。我早就預感到自己對彭祥空難進行了錯誤的報道，並且為此沉淪了3年。白天我假裝瀟灑放蕩，只有午夜夢回時，我才知道躲不過自己犯下的錯。我從不敢奢求當事人的原諒，但我又自私的希望可以擺脫這3年來的噩夢。終於，我等來了彭祥空難真相大白。雖然坐實了我的錯誤報道，但我要緊緊抓住這個機會，為自己的錯誤贖罪。這也是我一直不敢奢望的重生機會。現在我何其有幸，終於可以嘗試全新的生活了。可卻也到了我們不得不告別的時候。我已經群發給基哥所有的董事會成員一封信，推舉你來做基哥新一屆的首席執行官。答應我，一定要讓偉倫坐上 CEO 的位子。論 CEO 的職位，你比我更合適。你受人愛戴，而我只喜歡背地裡耍小聰明。更關鍵的是，我所有的招數你都知道，再做下去就沒有神秘感了。只是遺憾的是，我是在已經喜歡上你這個朋友時離開，我還真有些不捨。最後拜託你一件事，幫我和我們的團隊4個人說下再見。我這個人最不喜歡告別的場面。我感謝他們這段時間的陪伴。人的自我完善都是在與他人的互動中完成的。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的溫暖和關愛，遠遠多於我為他們所做的。我不想說有緣再見的話。大部分從我們生活中離開的人都不會再見。我希望他們只是把我當成人生中的過客，走好接下來的路。
你们怎么回事啊？我就让你们招一个能写稿子的人，有那么难吗？哎，文文姐，你招聘的要求太高了。哪里高了？那些招聘要求明明写的。林总，你来干什么呀？我来应聘的。什么？我可没钱给你啊！我不要钱。那你要什么？我要当老板。他当老板娘。